安安，你坐过来一点，我闻到味道了。哈哈，是不是我手上的味道？对，甜甜的，香香的，是什么？是我妈妈寄来的糖，新年要吃的糖。哦，新年要来了，难怪。对呀，最近街上人变多了，很多人买东西。大家都在等新年。今天我们就聊聊新年到底有什么意义。好呀，好呀，这个话题很有意思。安安，你先说，新年的时候，中国到处都是什么样子？很热闹，街上有很多红色的东西，红灯笼、红对联，特别好看。对，红色很重要。中国人新年喜欢红色，觉得红色能带来好运。没错，我小时候每到新年，家里就贴红对联，门上还贴福字。福字要倒着贴，你知道吗？知道知道，倒着贴就是福到了，很好记。除了红色，新年的时候我们还会做什么？买很多好吃的，水果、糖果、肉，还有饺子、年糕，都是新年要吃的。不同地方吃的不一样。北方人喜欢吃饺子，南方人喜欢吃年糕。对，我家在南方，新年一定要吃年糕，软软糯糯的，很好吃。还有，街上会有很多人，大家穿新衣服，脸上都在笑。是呀，我每年都会买新衣服，新年第一天穿新衣服出门，特别开心。外国人的新年和我们不一样，他们没有红灯笼，也很少吃饺子。对，我见过外国人的新年照片，他们会挂圣诞树，吃火鸡，和我们差别很大。但不管是中国新年还是外国新年，大家都很开心，都想过好日子。没错，热闹、开心，这是新年最直观的样子，不管在哪里都一样。我还记得小时候新年晚上会放烟花，天空亮亮的，特别漂亮。我也记得，不过现在很多地方不能放烟花了，怕不安全。没关系，就算不放烟花，家里有好吃的，有家人，也是很开心的新年。对呀，热闹不一定是放烟花，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很热闹。还有，新年的时候，很多商店会挂红色的装饰，卖很多新年的东西。是呀，我昨天去超市，看到很多红色的袋子、红色的糖果盒，都是新年用的。外国人来中国，看到这些红色的东西，就知道中国的新年要来了。没错，这就是中国新年的样子，简单、热闹，满是红色的好运。安安，你觉得新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我觉得是团圆，不管在哪里，大家都会回家和家人在一起。太对了。很多人在很远的城市工作、学习，新年的时候都会坐火车、坐飞机回家。我每年都会回家，我爸妈会做很多我爱吃的菜，等我回去。我也是，我妈妈会提前买好我喜欢的糖，还会做年糕，等我回家吃。这种感觉很好，不管走多远，家里有人等你，这就是新年的意义之一。没错，外国人的新年也会和家人在一起吗？会的，他们也会和家人一起吃饭、聊天，但和我们不一样的是，他们很少有人千里迢迢回家。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很多外国人家人就住在身边，不用走很远的路。而我们中国很大，很多人离开家，去别的城市上班、上学。对，中国很大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可能要坐很久的火车。但就算很远，大家也会回家，因为新年
就是要和家人团圆。我有一个外国朋友，他来中国过一次新年。他说，看到我们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，觉得很温暖。是呀，团圆就是温暖，不用做很多事情，和家人坐在一起聊天、吃饭就很幸福。有时候，家里的老人会给我们讲他们小时候的新年，虽然那时候没有很多好吃的，但也很开心。对，不管什么时候，团圆都是新年最重要的事情。以前没有很多钱，家人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新年。现在我们有很多好吃的、好玩的，但团圆还是一样重要，对不对？对，不管生活变好了多少，新年的时候和家人在一起都是最开心、最有意义的事情。还有，新年的时候，我们会和家人一起看春晚，你看吗？看呀，每年除夕晚上，我们一家人都会坐在沙发上看春晚，吃零食，特别热闹。我也是。春晚有很多好看的节目，唱歌、跳舞，还有小品，很好笑。春晚就像新年的一个标志，一家人一起看春晚，就是团圆的样子。希望大家能明白，中国新年的团圆不是简单的见面，是牵挂，是陪伴。会的。安安，除了团圆、吃好吃的、贴红对联，新年还有很多传统习俗，你知道吗？知道呀。比如新年第一天，我们会给长辈拜年，说吉祥话。对，拜年的时候，我们会说新年快乐、身体健康，都是很简单的吉祥话。长辈还会给我们红包，红包里有钱，说是压岁钱，能保我们平安。哈哈，我小时候最喜欢拜年了，因为能拿到红包，特别开心。我也是。现在长大了，有时候也会给小朋友红包，红包是红色的，和新年的颜色一样，都是希望大家有好运，平平安安。还有，新年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说不好听的话，也不会生气，要开开心心的。没错，我妈妈说，新年第一天开开心心，一整年都会开开心心。还有一个习俗，除夕的时候，我们会守岁，就是晚上不睡觉，等到新年到来。我小时候会守岁，但是太困了，有时候会睡着，哈哈。我也是，就算睡着，家人也会叫我们起来，一起迎接新年，特别有仪式感。不同地方的习俗是不是不一样呀？对，不一样。比如，有的地方新年会贴窗花，窗花是红色的，很好看。还有的地方会舞龙、舞狮，街上很多人看，特别热闹。我见过舞龙，龙很长，很多人一起举着，跟着音乐动，特别威风。我也见过。舞狮的时候，狮子会跳来跳去，还会给大家拜年，很可爱。这些习俗都是中国独有的，外国人很少见过。对，我那个外国朋友，第一次看到舞狮，特别惊讶，说太神奇了。我们的传统习俗很简单，也很特别，都是我们中国人对新年的期待。没错，贴对联、拜年、发红包、守岁，这些简单的事情都是新年的意义。还有，新年的时候，我们会打扫房子，把房子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对，我妈妈说，打扫房子是把不好的东西扫走，迎接新的一年。很简单的想法，但是很有意义，代表着新的开始。是呀，新年就是新的开始，不管过去一年怎么样，新年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重新出发。希望外国人能喜欢我们的这些习俗，能了解我们中国人对新年的期待。会的，
这些习俗很简单，也很有趣，他们一定能喜欢。安安，聊了这么多，你觉得新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？我觉得新年的意义是团圆，是陪伴，是新的开始。太对了。还有，新年是让我们记住要珍惜家人，要对生活有期待。没错，新年的时候，我们和家人在一起，感受到温暖，然后带着这份温暖，开始新的一年。中国的新年没有很复杂的事情，都是简单的快乐，简单的祝福。对，我们不用很难的话，不用复杂的仪式，只要家人在身边，开开心心，就是最好的新年。外国人可能会觉得中国新年很热闹，有很多红色的东西，有很多习俗。是呀，但他们慢慢会明白，这些热闹，这些习俗，都是我们对家人的牵挂，对美好生活的期待。以前我觉得新年就是吃好吃的，拿红包，很简单。我也是，小时候不懂，只知道玩，只知道吃，现在长大了，才明白新年的意义。现在觉得新年最重要的不是吃多少好吃的，不是拿多少红包，是家人都在，平平安安。对，家人平安、开心，比什么都重要，这就是新年最核心的意义。还有，新年让我们知道，不管过去一年有什么不开心，都可以过去。没错，新的一年，我们可以有新的希望，新的目标，慢慢努力，越来越好。中国很大，不同的地方，新年的过法有一点不一样，但核心都是一样的。对，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，不管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，新年都是团圆、开心、新的开始。外国人来中国，不管什么时候来，只要赶上新年，就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，感受到我们的温暖。是呀，我们会欢迎他们和我们一起吃饺子、吃年糕，一起过新年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每天都有好心情。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，下次我们再聊更多中国的事情，让大家更了解真实的中国。好呀，好呀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